都战成功的经历。一想到2019年那个手捧着咖啡在机场独自沉默略带青涩的肖战，很多人还是会在心里隐隐作痛。当227事件里的恶意像大爆炸一样撕裂互联网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凝视着工作室声明里边那句滥用社会公共资源深表歉意。这时候仿佛看见了20几岁的肖战在满屏的谩骂里躬身捡拾着被碾碎的职业尊严。那些恶意和谣言像无数双无形的手扼住他的咽喉。代言解约的电子函件在凌晨3点送达，合作方紧急撤换的物料在仓库里堆积如山。愈演愈烈之下，连他的爱心捐赠都会被扭曲成赎罪的作者。想到这些，我的耳边就会回荡着那句话：有时候痛到极致，反而感觉不到痛。最终，肖战能够度过现象级网暴，屹立不倒，漫长的沉默之后再次爆发，再次成为娱乐圈的断层顶。音乐专辑和影视作品都迎来更广泛的认可。在今天看来，一切又都是如此必然。看2020年录制的那个为剧集宣发所做的采访，大家就已经开始相信。访谈内容让人印象深刻，肖战回答的让人感到震撼，有深度，有思考，有格局，不急不躁。不说套话，采访的录制时间，肖战正经历着舆情风暴的至暗时刻，生活和事业都陷入了谷底。在很多人的眼里，他已经被宣判了在娱乐圈里的社会性死亡的终局。采访当中，记者问他，剧集当中饰演的角色处于人生的谷底，你会不会带入自己的经历？肖战沉稳地回答，不会。但是作为肖战本人，如果在他身边，会抱抱他，告诉他你做的已经很好。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喜欢肖战的人心里都会出现一个画面，如果那一刻能够出现在肖战身边，也都想抱抱他，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会永远支持陪着你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你想回到人生的哪个阶段？普通人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立刻想起过往的很多场景，很多回忆，会希望通过什么样的改变让美好更持久，让某些遗憾的事情不要发生，改变人生轨迹，让一切变得更好。可是肖战几乎没有一点挣扎和思考，就非常清晰坚定地说不回去了。不是享受当下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命题不能细想，细想之下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纠缠跟负面情绪。我觉得所有人都不应该活在过去，但是需要总结过去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承担。所有人都很难想象，在一场那样的经历当中，他怎么会做到如此的清醒，不陷入不纠结，不做没有必要的回望和猜想，让过去沉淀出来的只有总结、承担和前进。当时的他正处于风暴中心，一直没有营业，所有的活动都被攻击抵制，自己和家人，甚至是替他发声的朋友，都面对着毫无底线的谩骂和质疑。肖战却没有在负面情绪里边不能自拔，而如此的清醒且强大，怎能不令人心生敬畏？整个采访当中，他没有掉入陷阱，他没有毫无主见的跟随，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看似清瘦，但是内心却极其强大的肖战。就像他的歌里唱的，就算脚下荆棘也要奉陪到底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他的新专辑我们会非常喜欢，会如此共情？因为他的每一句不是无病呻吟，
而是他真真切切的经历情感和双目所及的一些画面带来的感受。当那些人都在等待着顶流陨落，彻底沉沦的时候，肖战选择用《如梦之梦》的72场巡演，构筑起了专注于成长的精神堡垒。我们在剧院的侧门看到他深夜撤离的背影，黑色卫衣裹着清瘦的身形，面对带拍镜头，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，却又瞬间自我警醒地挺直脊梁。这种矛盾不知道贯穿他的多少个日夜，但是他从不允许负面情绪成为任何一次矛盾的最终答案。这些年，很多人像守护易碎品一样守护着他的网络痕迹。高校教授课堂放他的作品被举报是荼毒学生，图书馆因为收录有关他的专访遭到投诉，传播诗歌偶像，甚至他设计的公益 logo 都被解读成几白符号。荒诞的是，肖战粉丝捐赠的爱心书屋、爱心校服、爱心学校，在登上热搜的时候，评论区里最高赞的评论竟然是这种慈善不过是赎罪。这些时刻有多少人都想冲进数据洪流，去为他筑起一道人墙。此刻站在2025年的春天，我终于理解了这些苦难并非需要带他承受的厄运，而是铸就他精神图腾的淬炼之火。当我们为他的旧伤落泪时，他早已经把伤疤编织成了铠甲上的铭文。当我们想替他阻挡明枪暗箭的时候，他正用所有诡计演绎着如何在黑暗废墟里重建自我。这种超越性的成长，或许才是对为何要承受这些最诗意的回答。就像被荆棘缠绕的玫瑰，刺越锋芒，花开得越烈。那些被网暴撕裂的夜晚，他可以埋头创作，他可以一头扎进话剧里磨练成长3年如一，他可以把苦难转化成养分，让他在诠释肖春生的时候能够精准把握被生活捶打后的温柔反击。肖春生说出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时候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个破茧重生的肖战。他在北京春晚上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，他就已经明白这一路要学会和痛共处。这一路他拥有着不离不弃，永远陪伴真正懂他的人。你是风雨中，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。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。请你为我再将双手托，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。人生匆匆。